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看到有5个很像 Google Map 的图案吗？今天题目第一个是，假设你今天打开你的手机，你想要出去了，结果你发现你的 Google Map 它故障，它一次出现了有5个目的地，你直觉你要去的是哪一个目的地才是真的你要去的？选好了吗？接下来下一个题目是，当你确定好你的目的地之后呢，你要去开车，结果突然发现你的车子它发不动，这时候你直觉你的感觉像是哪一个图案？总共有5个，然后凭你的直觉选一个。这时候突然你的朋友就打电话跟你说，他现在有空想要去找你，然后顺便一起出门。你直觉他是穿哪一件颜色、款式的衣服？选好了吗？我们今天要测的这个题目呢，其实是跟理财比较有关系的。从刚刚的第一章，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目的地，那我把它遮住。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的话，代表其实你的这题在测的是你目前的财商程度，代表其实你的财商程度还不错，你懂得花钱，也懂得赚钱，然后也懂得享受生活，然后也知道快乐不是可以用买来的，可是你的钱财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的自由，它可以让你去想去的地方，然后吃想吃的东西，然后过想要过的日子，所以你不会是一个守财奴，然后你也不会是一个只懂得赚钱不懂得生活情趣的人，所以你可以让你的生活跟你的钱财达到一个平衡，还不错。如果你选到这个，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目的地的话，代表你的财商程度呢，其实是跟你的人生成长经验有关系。你可能前阵子呢才刚从痛苦的状况走出来，所以其实你现在没有太多的心力可以全部都放在你的理财规划，还有未来你的可能5年10年的理财要怎么处理跟运用你的钱财，然后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精进你自己的工作的技能，或者是你有安排什么样的未来。目前你还在疗伤，还在处理你可能前阵子才刚发生的事情，导致你现在情绪的波动是有，可是你还学着去让你的情绪比较稳定，所以目前还没办法确认你的财商程度。那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的目的地的话，你目前的财商程度是比较倾向于你会有自己的想法，你有你自己的理财规划，可是可能是5年前或者是3年前的理财想法，可能是刚好看到有电视上有人说要买保险储蓄险，或者是有人说他是靠着每天就是投多少的硬币到你的存钱筒。你有看过或听过的理财或者是存钱的方式，可是如果是最近新的，或者是别人后来又提供给你的，你比较不愿意去接受新的理财方式。可能后来有人跟你说，其实买保险它并不一定可以真的帮你存钱，可能最后你还会损失了一些钱，可是你就不愿意再去接受新的观念了。所以你的财商程度应该是需要再开放你的想法跟心，去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可以让你的财商程度更加的高一点。那如果你是选到下一个，然后你选到的是这个的话，代表你目前的财商程度是觉得有钱就是开心的花，然后不要想太多，所以比较像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后对于奢侈品也比较不会有抵抗力，你会觉得为什么不能花钱，或者是突然一个情绪来了，突然看到一个东西它非常的精美，你就觉得好想拥有。比如说你看到一支钢笔，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在练钢笔，你只是纯粹觉得它的雕刻很漂亮，然后这支笔的颜色也很漂亮，觉得摆在那里很赏心悦目，所以你就冲动的买了下来，可是其实你平常可能用不到。再最后一个，如果你是选到这个的话，代表你目前还在吸收
不管是从报章、媒体、杂志啊，或者是你朋友啊，或者是你的亲人在跟你讲，你还在吸收跟研究说这样的理财方式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别人说的实际上是真的吗？那如果自己真的去做了，会有什么后果？可能有人会跟你说，要不要参加类似像有直销的团体，你会想说，有那么多人都说那个是骗人的，那如果我参加的话，这个是正派的吗？我该参加吗？你会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一下别人告诉你的理财方式，所以你的财商还在累积的状态。然后呢，刚刚的题目在问说，如果你发现你的车子今天它发不动，你没办法出门，你的心里面直觉是什么图案，你的感觉是什么图案？这个问题是在问说你目前的财务状况。如果你选到的是那个图的话，代表你目前财务状况有点紧，你可能身上有房贷要背、车贷要背、小孩要养，然后家人要照顾，然后要养父母，或者是有其他的需要你分摊的金额，都会有一点责任在你身上，所以你的财务状况是比较没办法随意的挥霍或临时的有一个大笔支出，比如说你想要换冰箱，或者是想要换一些电器，你没办法可以很马上的把那笔大笔金额支出出去，因为你还有同时有其他的债务需要去负担。如果是选到这个图的话，代表你的财务状况有点像是在危险的平衡状态。危险的平衡就是，比如说你有投资股票，可是你的股票它的类型是属于大起大落，可能昨天它是涨了100，然后隔天它就掉了300，这是比较夸张。可是你可能投资的标的，或者是你习惯自己的金钱是比较不稳定的，或者是说你卖东西给人家，然后你的货款可能要等到2-3个月才有收得到，那但是你没办法保证说你一定收得到那笔钱，所以你可能会有资金周转的一种风险存在，你自己也知道，然后一种不安全感、不稳定感都会存在。有时候它是因为你本来的职业它就是这个性质，可是有时候是你的习惯，你习惯让自己的金钱处在一种不稳定、跟不平衡，还有不安全、不保险的状态。如果你是选到这个图的话，代表你目前的财务状况是有一点，哪里有人说那边投资标的还不错，你就会把钱这样一股脑的投过去，然后又突然有人说其实你可以就是把钱放在买贵金属，你就又把钱花在买贵金属，你会是比较属于没有想太多，然后别人说，或者是有听闻什么报章杂志，还是你有听到什么广告有在讲，有谁在讲，突然你的好朋友跟你讲说买这个还不错，你就会一股脑的冲过去买。可是这样会比较危险，因为有时候别人说只是当做一个聊天的话题在聊，他不是真的说有研究，他只是在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好像投资起来可能会获利，或者是我觉得这样聊这个话题可以增进我们的感情，所以他不一定是认真的有研究过，所以你要小心你的接触到的资讯是真的，还是只是可能媒体刻意在告诉你一些错误的资讯。如果你选到这个图的话，代表你其实没有那么 care 你自己的财务状况，你比较想要用冷漠的态度去看待它，你没有想要去理性一点的看待你的存款，看待你的负债，看待你的收入，你想要就是抱着跟你没有太大关系的心态，然后去逃避掉这一块，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好像虽然也是蛮重要的，可是如果说不要面对它，也许你的生活不会有那么多压力，所以你是选择先暂时的冷漠的对待它。如果你是选到这个的话，要小心是你的财务状况可能容易卷入一种可能跟地下钱庄或者是黑道，然后还有让你太过于压力庞大，比如说你明明就知道你没办法支付这个东西的金额，你偏偏还刷了卡，或者是跟银行借款，但是你还不起，可能这个借款你要花了3年才有办法还得起，但是你还是去消费了，还是去借款了，还是做了不必要的支出，导致你可能一直处在焦虑跟有不安全感的状态，所以有时候会让你身心都受到影响。建议你是如果说没办法清偿那个债务的话，可以去跟银行协商，或者是找比较有
经验的人、有智慧的人去协助你。接下来这个最后一个，差点把它烧到，吓到。如果你是选到这个题目，刚刚是在问说你觉得你的朋友穿的是哪件衣服来找你，如果他其实是在问说你花钱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选到的是这个的话，代表你花钱的时候要注意，只要一有旁边人在说，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很好看，你真的非常适合你，你买这个表真的是戴起来真的是整个气质都不一样，你要小心你旁边的朋友、你旁边的售货人员，只要跟你讲这种你看起来很美、很好、很有气质，看起来非常不一样、超适合你，只有你可以驾驭的这种话术，你要小心。尤其是你有的朋友会很喜欢说你很厉害啊，然后觉得很好看，然后只会说这种赞美的话，因为他不希望你难过，所以他就会讲说，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你要小心，就是这种话术的店员跟你的好朋友这种类型的，尤其是在你购物的时候站在你旁边。如果你选到这个的衣服的话，代表你要小心花钱的时候呢，你是因为情绪难过，比如说早上开会的时候可能会被主管骂，或者是跟朋友吵架、跟情人吵架、跟小孩子斗嘴，比如说小孩子犯错，然后你就骂他，可能就是回嘴，然后你就越来越不爽，可能隔天就冲去消费。所以你要小心，当你在不爽啊、情绪低落啊，然后想很多，然后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他的问题？这种心情有关的焦虑的时候，你会特别想要去花钱，你可能就不由自主一直把钱包的卡拿出来刷，然后一直想要消费。如果说你没办法克制自己这种行为，尽量建议是去比较量贩店，或者是消费金额没有高的地方，但是这是治标不治本。建议如果你有情绪的时候，先问自己说，这个情绪来了，我先处理掉，那是不是要用消费来处理？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如果你选到这一件衣服的话，代表你在花钱的时候要注意，在你出国的时候，你会觉得难得出国一趟，应该要把所有的纪念品都买一个。比如说你看到可爱的娃娃去了游乐园就想要买一下，然后看到那个不一样的爆米花桶也想要买一下，然后看到这个就当地限定，可能什么樱花季它限定的这种粉红色的，或者是还有什么特别的造型，或者是你去了埃及，感觉想要买一个模拟的小型的金字塔。总之你出国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的花钱的欲望就会莫名其妙的无限上涨，然后而且你会觉得怎么花都可以，因为毕竟难得出国一趟，所以难得出国一趟，你的荷包就会大失血。如果你选到这个的话，代表你要小心你的情人或者是你的伴侣，他很容易觉得说需要你用消费来表达你的爱，比如说他觉得你应该要买一些东西给他才能算是你真的有认真对待他，也就是你的消费很容易花在旁边的人身上，特别是你的情人或者是另一半，你可能不由自主的他就会有提到说，之前他看到逛街的时候觉得那个东西、那个包包、那个车子、那个房子，也许他有其他的想法要求，但是他就会不由自主的透露出他可能对某一个物品的喜好或者是注意，这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想要去满足他，所以你的花钱容易是花在旁边的那个人身上。如果你选到最后一个这件衣服的话，代表你花钱的时候很容易是因为想要跟人家比拼，比如说你跟我说就是你买了一套音响，然后花了3万块，我就觉得虽然我都听不大懂那个音质有什么差，可是我就是一定要买比你更贵的，你就会买了一个5万块，跟他说你怎么样，我觉得我这个5万块比较高级，它装饰也比较漂亮，然后你看我可以遥控操纵它，所以你就是不由自主的会想要跟你旁边的不管是朋友啊、亲人啊、兄弟姐妹啊，然后特别是你可能讨厌的人，他常常就是拿出东西出来炫耀，你就会觉得那算什么，所以我也要买一个更好的，那你不由自主你就会一直无限上纲你的费用。原本你的消费可能平常不需要那么多，可是你可能为了要比较的心态，想要跟别人比拼的心态，你就花了10倍、20倍的金额去做消费的动作，可是到头来最后你冷静想，其实那些东西你都不需要，你只是为了想要跟人家比较，但是你又不愿意认赔出清，你就是把那些东西摆着，摆到坏掉，你也不想要去承认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一起来测的这个关于财务方面的题目。其实这个题目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平常我们很少会冷静的看待自己对于钱财的观念，如果有的话，就是恭喜你，至少你可以比较理性的去看待自己的钱财。然后呢，如果希望各位可以透过这个题目的一个延伸，然后去思考一下自己对于钱财还有生活啊，还有人生啊，然后还有自己的健康相关的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它都是息息相关，它会一辈子都会是你的一个课题。如果它不是你的课题的话，那很恭喜你，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就是完成你目前的阶段，你可以去朝向其他你想要学习的部分继续发展。那以上就是跟大家一起测这些3个题目，希望大家会喜欢啦，谢谢大家。